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中年以后发财基本是人人都希望发生的事情，毕竟如果前半生比较不顺利的话，那就只能通过中年以后发财来让生活有一个改变。但是想要发财还真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，你必须要具备这样的手相才能够勉强发财。那么什么样的手相才是中年发财的标配呢？大佬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。一、大拇指的下方杂纹。手上艮弓，大拇指的下方杂纹一般都是属于富贵纹，说明此人勤劳踏实，不怕吃亏，不怕吃苦。年轻的时候往往对工作抱有很大的热情，积极进取，付出了最大的努力，因此往往能够在中年大转之年获得咸鱼翻身的机会。中年一过，必定富贵逐渐到来，有希望富甲一方。二、艮弓高凸有肉。艮弓位于大拇指生命线区域，这里除了可主贵人运，也主人的横财运，意思就是人的交际能力、情商以及求财的计划和思维模式等。若女人艮弓高凸有肉，生财有道，人际圈广，吸收的商机多，发财机会自然多。把握好，不仅自己能发财，还能帮助家人和夫家都贵人云集，财运兴旺，幸福一生。三、三角纹。手掌上出现几条线构成三角形，称为三角纹。手掌上出现三角纹形状，并且比较清晰，属于非常吉利的线纹。特别在手的中心，如果有大的三角纹，是极好的手相。事业上不仅通达，在财运上也比较亨通，事业有成，并且能够聚财。四、中晚运发迹的 M 纹。手相中的 M 纹是由玉柱纹连接智慧线和感情线后，在生命线形成的一个 M 纹图形。一般早运事业波折，早步于钱财，中晚运发迹居多。女士手有 M 纹，属于中晚运才能发财发福的象征。生命线上出现明显的希望线，人生目标确定，无人不富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M 型纹理一般必先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方可成为人上人。如果手中各大线配合得体的话，一般40岁之前可以成事成名，财富丰隆，否则必须40岁以后才可发财。五、手食指长。食指长者性格倔强，行事注重原则，进取之心强旺，凡事善始善终，财大气粗。早年可得富贵，然不善理财，钱财流失过快，衣食平平。中年之时，心性沉稳，善聚财，亦能勤俭持家，财富得以积累，满堂富贵。六、手掌厚。手掌越厚，说明个人的底气越足，手背高出的人勤劳肯干，做事踏实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手掌又厚而且有肉，只能说明他们很能赚钱，日进斗金不是问题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手掌厚的人会赚钱，却不一定能存钱。如果中指和无名指的缝隙大，难并拢，则是漏财的象征。即使能赚大钱，在晚年之后也会被挥霍一空，连累子女家人。七、拇指无名指上有斗。拇指无名指有斗的人，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，虽然足够聪颖敏捷，能力也很强，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，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，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。这类人到中年，思想慢慢成熟，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，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，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，获得地位和财运，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。八、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。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，若是有2条玉柱纹，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，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。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。
拥有这种手纹的人，在年轻时目标模糊，没有理想，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，所以大多一事无成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经历多了，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并且能为之奋斗。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，运势越来越旺，子女聪明孝顺，晚年福禄大增。9. 手小蛋软。很多人都以为一个人手大才能够抓住机遇，尤其是男人，更应该有一双比较大的手。这样的说法是非常肤浅，其实反而是那种小手的人更能够在40岁以后发大财。要知道，大手一般都是做苦力劳动的，相比之下，小手都是做脑力劳动的。这也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小手的人今后的发展是比较不错的。毕竟他们所站的高度是比较高，所以说今后发财也显得比较简单一些。而且这些小手的人还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手特别的软，就像是海绵一样。这种人不论是40岁之前还是40岁之后，都是非常有才气的。10. 事业线与感情线相连，且朝着中指延伸。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，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，说明此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好坏和个人的感情有一定的关系。尤其是事业线又朝着中指根部延伸，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未稳之前很难有出色的工作成就。因此，唯有情感确定或顺利结婚后，才能获得稳定的事业发展契机。人到中年后，发展愈稳，财亦多。从命理角度来说，有以上10种手相特征的人，到了中年时期，通常可以富甲一方。但是相不独论，如果说你除了有以上这些手相特征外，还有以下4种漏财的手相特征，则可能阻碍你的运势，导致中年时期破财。具体是哪些特征呢？大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。1. 漏财纹。所谓漏财纹，是指在食指和中指指缝的根部有竖纹冲入。这种竖纹有3种情况，一种是由事业线而来，第2种是由感情线而来，第3种是一条单独的竖纹。无论哪种情况，只要是在食指与中指指缝的根部有竖纹冲入，都被视为漏财纹。从相学来说，食指根部为巽宫，为人的财库，掌管人的理财能力。如果此处被竖纹冲，便预示其人缺乏理财观念，或者是命里财运差，不是花钱大手大脚，消费欲望强烈，便是容易遇到破财之事。一有钱了就遇到麻烦，需要花钱摆平，等钱花完了，麻烦也没有了。总之，生有漏财纹的人很难存得住钱。2. 中指和无名指有较大间隙。中指与无名指间隙宽阔者，主其人我行我素，不顺及后果，好享乐，对将来缺乏长远性的计划。因此，无名指与中指的根部漏缝大，表示会因缺乏理智而破财。当你把五指伸开紧紧合拢的时候，如果手指之间有比较大的缝隙，这说明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会花钱比较多，甚至有时会有浪费的情况，容易漏财破财，不易聚财，应多多注意。3. 财运线暗淡或没有。所谓的财运线其实也叫成功线，如果线纹不完整，这类人大多数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，做事马虎不细心，诸事不顺，常常会意外破财，不善于理财，控制能力差，没有什么耐心，天赋也没有，事业运势不佳，正财方面没有什么发展性。也就是说，想要通过工作升职加薪，爬到最高职位可能性不大，偏财运也不旺。4. 手掌瘦且薄。在生活中，我们与人交往中触碰到一个人手掌时，若此人正常体态下手掌肥厚，很多人都会说此人有福气。在手相学上，手掌的厚薄代表了一个人的福禄。
而一个人若是手掌瘦薄，伸开时手心有些许凸起，就是典型的漏财手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线条就一定会怎么样，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好的手纹只是可能意味着你拥有着某种素质或者机遇，比别人更多一点先天优势而已。命运如何，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自身的努力。一、成功线的末端有纹。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，这并不常见，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，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，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，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。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，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，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。二、手掌中出现直觉线。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，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，有很强的预感，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，赚来大笔财富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，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，从而赢一大笔钱。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，会因此而上瘾，不知适时收手，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。三、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。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，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，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，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，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，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。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，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。四、智慧线无分支。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，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，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，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，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。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，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，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。五、手中拥有断掌线纹，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。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。从外形来看，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，故而被称为断掌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，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。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，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，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，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，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，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。六、手中拥有不动产线，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。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，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。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，或者是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屋、房产，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，天生就有横财。七、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。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，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，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，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。而在理财方面，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，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，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，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，而不会损失金钱，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，所以说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。八、手上有赌运纹。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指纹，有可能是一条，也有可能是几条。如果手上有纹，意味着横财运旺盛，运气非常好。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赢多赔少，好运常伴。不过凡事过犹不及，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不可太过沉迷其中，否则得不偿失。九、手颈线清晰有星纹。
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，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，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，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1条星纹，并且第2条纹路清晰明朗，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，必获奇财或是意外之财，甚至可以一夜暴富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。10. 理财纹多又长。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，通常是斜纹。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，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。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。依据手相学的说法，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伸长，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，没什么大困难。11. 头脑纹。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及水星丘，表示会受水星丘之影响，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。即使受薪阶级，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，可说头脑灵活，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。12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一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算计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赚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3. 食指有3约纹。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。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也能取得有钱娇妻，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4. 太阳丘丰满高隆。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，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5. 木星丘饱满。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于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16.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。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、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，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肉主阴主腹，手掌厚而富弹性，肤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。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，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